也就是我纯赚了，今年2023年纯赚了20万，就是在银行卡多出来的这个余额。我在2023年环球旅行一共花了多少钱？做自媒体又赚了多少钱？为什么边玩边赚钱还焦虑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龙。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会给大家一个详细的自媒体报告，算是给我的2023年一个工作总结吧，一个自我剖析，让想做自媒体的朋友或者环游世界的人一点点启发。相信大家看完我的视频的话呢，一定会有所收获的。那么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的话，欢迎大家给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并且一定要记得给我点个关注哦，因为我的2024年的环球旅行故事将会更加的精彩。好吧，那么我先说一下，我在2023年呢，一共是去了7个国家。其实我在国外待的时间还蛮长的，7个国家一共是待了有7个月，然后剩下的时间呢，我就回到国内休息了。大家如果有看我的旅行 vlog 的话，应该都知道，其中呢，我在埃及、阿联酋、塞尔维亚、斯里兰卡、伊拉克都待了30天到40天，然后呢，我在波黑还有土耳其是各待了1周的。那么在这些国家里面，我一共是花了多少钱呢？其实我每个国家旅行完之后呢，都会出一期视频总结我花费了多少钱。然后我算了一下，我在这7个国家呢，一共是花了6.4万的，包括机票哦。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值？因为我基本上是边旅行边工作，所以呢，我有一半的时间是花在工作上的。比如说要去拍摄的话呢，需要做攻略、做文案，然后拍摄、剪辑、上传视频等等。真正旅行的时间呢，大概就只有一半这样子吧。所以说，自从做了自媒体之后，让我的环球旅行的梦想得以实现。以前一直梦寐以求的可以在各个国家旅居的这种理想，现在也算是实现了。可以说，网络时代让我们每个人的梦想都照进了现实。OK， 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我去的国家以及开销的部分。那么现在呢，我就说说这些国家有哪些好玩的，然后又有哪些不好玩的，然后再给大家介绍我做自媒体这1年来的收益情况。其中我去的这7个国家当中，最贵的国家阿联酋，因为迪拜遍地都是黄金，所以我去了迪拜还有阿布扎比，真的衣食住行哪哪都贵。我记得我第一天去迪拜的时候是住了一个180一天的那个群租房，并且呢，迪拜也成了疫情之后房价上涨最快的一个城市了。然后最无聊的一个国家塞尔维亚，我说的是在这7个国家里边最无聊的哈。我感觉塞尔维亚确实没有什么好玩的。其实我在那里待了很久呢，是因为我要更新埃及的视频，以及呢中间还去了波黑玩了1个星期。所以说，其实塞尔维亚的这个可玩度并不高啊。但是呢，塞尔维亚的消费确实比一般的欧洲国家要低的，但是会比我们国家的消费要高一些。所以呢，我建议啊，如果大家去塞尔维亚玩的话呢，可以把时间花在旁边的波黑。我个人感觉波黑玩的东西会比塞尔维亚更多一点，也有更多值得我们去看的东西。还有就是最适合穷游的国家，也是最具性价比的国家，也是骗子最多的国家——埃及。埃及的消费确实是很低很低啊！我记得我在那个超市30多块钱就买了一大堆东西，就是各种零食、好吃的，然后衣食住行的都很便宜。反正你去了就是有钱人，那里可以说是穷游者的天堂。我在那里花了40多天，待了40多天，也就花了1万多吧，包括我的机票。但是那里的坑还有骗子呢，就是比较多。大家去游玩的话，就要打醒10万分精神，然后呢提高警惕。然后还有最热情的国家，就是我现在所处的国家伊拉克。那在伊拉克呢，真的无时无刻都会被拍照、被免单、被请吃饭，就是被请喝茶。我觉得来到这里真的是我去过所有国家当中最热情的。巴铁铁不铁我不知道，但是伊拉克是真的铁。但是很遗憾的就是这个国家呢，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旅游资源。目前中东的局势也不稳定，除非你是工作需要，或者说真的想来伊拉克体验一下人文，不然的话呢，很少人会来伊拉克旅行的。并且现在在伊拉克的北方城市摩苏尔，有很多很多的那些文明古迹都已经被以前的伊斯兰国就战争的时候给摧毁了。流量最差的国家斯里兰卡，这个是从我自身工作角度来看啊，并不是说从旅游的角度。我到了我来伊拉克之前呢，就是在斯里兰卡的，在那里粉丝数居然一直在下跌，一直在掉，然后呢流量也一直在下滑，就是大家都不爱看嘛，在斯里兰卡旅行的 vlog， 所以呢流量也下滑，收益也很低。旅行的话也是可以的，那里消费也还行，吃海鲜特别的便宜。但是如果说做自媒体去拍摄的话呢，好像喜欢看的人并不多，所以呢，我在那里待的时间也还行，待了1个多月吧。
OK， 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收益，2023年的收益。那么这一年里边，我做自媒体又赚了多少钱呢？我所说的这个是纯收益啊，就是减去开销，然后还有那个税的部分，就是我剩下的所有的收益。我昨天是晚上算了一下，我2023年所有的收益，其实主要是来源于4个部分的，一个是 YouTube， 就是国外的这个视频平台，还有头条，然后还有抖音的直播带货，还有广告这10部分。那除去所有的我在路上的开支、机票啊那些啊，然后还有所有的税收啊，一共是剩下了24万，也就是我纯赚了，今年2023年纯赚了24万，就是在银行卡多出来的这个余额。那大家可能会想，哎，你小子真爽，环球旅行玩了7个月，玩完回来还赚了24万，你这也太爽了吧？但是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做了好几年自媒体的人来说，因为我已经做了18年到现在已经有6年了吧，这个收入呢，其实在我周边所有做自媒体的同行里面是垫底的，就是最差的一个，差不多是。像我的话，身边有个自媒体朋友，他直播带货1场的收入就是我1年的收入，所以其实我这个收入呢是属于同行里面比较尴尬的一个水平，就是大家都在蒸蒸日上，然后我在低谷挣扎。那这个呢就是我自己的收入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做一下参考。然后今年除了收益方面的表现不怎么样呢，我还说几个账号上面的表现吧。我说几个数据，就我出国前，其实我在抖音上的赞平均可能是有到2000个赞吧。然后到现在呢，我的视频不到2000赞，有的时候可能就1000多个，并且出国前呢，我的油管的基本上稳定的播放量是在5到7万，然后现在就只有2万了。也就是说，我一直在原地踏步，油管上面的这个播放量也一直在下滑，所以呢，这就导致了我整个人就陷入了焦虑之中。我所焦虑的其实并不是说我收入很低，我收入不行，或者说我收入比不上别人。其实我感到焦虑，一方面是因为我迷茫，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走错了方向，不应该这么拍，或者说应该换一种思路比如说换成自驾呀，或者说换成其他的方式，还是怎么样。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我感觉到很大的一个挫败感，因为自己在事业上没有一个进步，就没有成就感，没有成就感就感觉自己没有了动力，所以呢就会有焦虑。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有进步就可以了，但是当你一点进步都没有的话呢，你就会觉得特别的难受，就是没有进步反而再退步就会觉得不好受。对我来说的话，我会比较喜欢就是慢慢进步、慢慢成长的感觉。反正有进步的话，你就会感觉哇，前途一片光亮。其实我出国的话，设想的是可以凭借自己的一点外语优势，跟别人做一点差异化的内容，可以做一些深入的国外的人文方面的探索。但是我从效果上来看，并没有说特别好，因为从数据上来看，油管的观众可能更喜欢我在23年以前跟我的狗狗半斤一起在国内旅行自驾的那种视频，然后很多抖音的粉丝就喜欢我在拍埃及的古文化。就大家对埃及的特别感兴趣，然后在 B 站呢，就是大家感兴趣的可能是那种比较有讨论性的话题，所以说我拍摄国外的旅行如何才能勾起大家兴趣，也欢迎大家在我的评论区留言，然后给我一点建议，让我在2024年的旅行计划当中呢，可以做一个更好的规划吧。我会参考一下大家的意见，然后看看有哪些可以吸取的，哪些可以改变的，哪些可以调整的，我就去做得更好。我之前看过一个人说一句话挺好的，就是你在自媒体当中，你首先得取悦观众，然后再是取悦自己，就不要一直想拍自己以为觉得很好的作品，其实大家可能不感兴趣。但是如果你按照观众的喜欢的这个角度去拍摄的话呢，可能你的账号就能做起来了。我觉得他这句话说的挺对的。然后说了那么多都是自媒体的，最后抛开工作方面来说啊，单从旅行的体验上来说，2023年我遇见了很多人，有一些很多难忘的故事，然后呢还遇见对我很好的特别可爱的萌萌，所以呢我觉得一切都是冥冥中自有定数吧。说不定2024年呢我会变得更加的不一样呢。其实我原来和半斤在国内自驾的时候，在国外的这个播放还是蛮好的，收益也是蛮好的，但是我是破釜沉舟换了一个账号，但是没想到今年确实是不太如意的。但是当你不舍弃一些东西的话，你永远也没办法得到另外一些东西，所以说人生其实就是关于选择嘛。展望2024年的话呢，我会希望自己在事业上有所进步，继续在内容上深耕，希望可以挖掘到让大家都感兴趣的内容吧。最后祝大家在2024年都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世界和平。
Peace。OK， 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